大胆！一个炼气期的野修也敢质疑谷主的丹道？你修为比我高，嗓门比我大，但你练不出我的丹。他真上去了，背的那是什么？包袱皮儿。第3位，第4位。天律第37则：且万灵生机以养一人之道者，灵根收，道击碎，寿还天。9天平准，万物均衡。沈清秋，后山丹房的月历灵材今日发放，你站着造位不炼丹，是等着给别人腾地方？别踩，疼了。这人是真不怕，还是脑子有问题？你昨日又炼了一炉废丹，整个后山都是焦臭味，连隔壁何师兄都来问了。不好吃，太苦。那是废丹，杂质灵气淤积在里面，吃下去轻则经脉堵塞，重则走火入魔。没事。今日执事堂分灵材，你的份额我先替你领了。你这鼎反正也炼不出东西，灵材放你手里纯粹浪费。行，灵材你拿走，但鼎别碰。谁要你那破鼎？带回去给师兄看，他这废丹到底炼了什么鬼东西进去。师姐，这几颗丹丸好臭，真要带回去，让师兄瞧瞧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回头上报执事堂，把他那个灶位收了。发烫！这什么东西？师姐，你的袖子能腐蚀石板，这到底是什么废丹？那个疯子故意的，不对，他自己都往嘴里丢。尸骨酸，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炼丹废料里？沈清秋他到底在炼什么？药王谷传谕，灵草欠收，下品聚气丹兑换代价即日起上调10倍，一枚50灵石。50灵石，我3个月月历才30，灵草欠收，凭什么让我们底层扛？宗门已尽力争取，各封另行安排补贴。散了。沈师姐，50灵石一枚，我连10枚都攒不够1个月的量。不吃聚气丹会怎么样？修为停滞，甚至倒退。哦，他是真不急还是假不急啊？那是周芷兰的师兄，外事堂的赵凤成。沈师妹，听说你灶位上还囤着不少灵材没用，灵草遣收，各堂口都在收拢闲置灵材，统一调配。你灶位上剩余的，由外事堂暂时代管。我没有灵材了。上月发放的份额，你不可能全部用完。用完了。炼成了什么？全是废丹。沈师妹，你的炼丹天赋确实有限，灵材在你手中只能化作废物，不如让能用之人来用。师兄别跟他费口舌，上个月的灵材就是我替他领的，他自己都说行。那沈师妹的意思是，以后的月历灵材也由外事堂代为保管？行，但有个条件。说。别碰我的鼎。这种破烂，自然。沈师姐，你怎么能答应？没有灵材，你拿什么修炼？你以后……小满，帮我关个门。我眼花了。尸骨酸的残留，如果是炼丹失败的副产物，这个浓度不该出现在炼气9层的弟子身上。这是丹韵，后山炼气9层，
一个连废丹都练不好的散修弟子，灶位里有丹运。那只铜鼎，我要查清楚它的来历。诸位师弟师妹，药王谷体恤贵宗灵草欠流之苦，特遣清寒前来协理。即日起，各封弟子私采私藏之灵草，统一移交药王谷暂管，由我谷统一炼制成丹，再按修为贡献分配。圣女大人，私采的灵草是我们自己在后山悬崖上冒险摘的，不算宗门资产。后山属宗门地域，地域所灵名草自然归宗门同享，药王谷代为管理，是怕诸位不懂炮制之法，糟蹋了药性。3日之内，各灶位、洞府若查出私藏灵草，以窃取宗门资源论处。沈师姐，我悬崖上还藏了3株巨灵草，那是我攒了2个月。拿走就拿走，可那是我修炼。你没灵草之前怎么修炼的？炼气7层之前，你有灵草吃？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走了。他倒轻松，反正也没灵草可收。他灶位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，就剩一堆废丹和一只破鼎。比昨天快了3息。不需要什么灵草。怎么了，小姐？您真的要走吗？回谷之后，帮我查一件事。圣女请吩咐。这座宗门的后山丹房住着什么人？东院方向。沈师姐，陈师弟出事了，冲关了。他买不起聚气丹，自己硬运气冲炼气9层，经脉断了3条，人还在吐血。找长老了？找了，长老说宗门药库没有续脉丹，让去求药王谷的人。走，去看。丹田空虚硬冲，灵气没来，经脉先垮。经脉寸断，灵气全在体内乱窜，最多1个时辰。续脉丹，宗门库中没有。药王谷呢？苏圣女的原话：药王谷资源有限，优先供给有望筑基的弟子。炼气8层冲关失败，是根骨天赋不足，非药石可改。什么叫根骨不足？陈师弟以前考河年第1。回去吧，陈师弟由宗门安排静养。诸位，静养？经脉断了3条，怎么静养？等死吗？续脉丹的药材已被药王谷统一调配，宗门无能为力。沈师姐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我又不是大夫。可是，小满，你现在回丹房，灶位下面有个陶罐，里面有我前天炼的黑丹，拿3颗，碾碎，化在水里，灌下去，不治根，但经脉别继续裂就行。那不是废丹吗？废不废的，总比干看着强。沈师姐说管用，可这东西看着跟煤渣也没什么区别。不管了。脉搏越来越弱了。长老说安排静养，什么静养？就是等死。刘师姐，你怎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别问了，
帮我把他嘴掰开。求了，管用吧？不抽了，稳住了。他怎么突然稳住了？血脉丹做不到的事，废丹做到了。沈师姐，你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丫头跑得急，从丹房拿了东西往东院去。苏雀衣，赤金纹，跟那丫头灶上的鼎一模一样。上古丹圣的鼎，怎么会在一个烧火丫头手里？那些黑丹，如果真是那只鼎炼出来的，陈师弟又吐了，黑血比白天还多。人还有气吗？有气，但越来越浅了。经脉断裂的根没接上，白天那3颗只够糊住裂口，底下该烂的还在烂。早知道会这样。就这？就这，走吧。沈师姐，咽下去。行了，看着他，今晚别吐就没事了。就1颗，不用碾碎，不用化水。这颗在鼎里淬了一整天，药力沉到丹心里了，整颗吞，慢慢化，效果好一些。要不还是去请长老。再动，有什么东西血管里往前推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经脉断裂的声音，是断掉的经脉重新结合的声音。不可能，经脉断了就是断了，续脉丹的极限也只是保住残脉不坏死，破而后立，这就是破而后立。连起8层，直接跳过9层，直入筑基。这种根骨不配。让他当场筑基的东西，沈师姐叫他废丹，在衣服上蹭了蹭就塞人嘴里了。从他打着哈欠走进去，到筑基光举冲天，全程我都看见了。上古丹圣，那颗丹焦黑坑压，脉形比泥巴好不了多少，但药效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筑基异象，后山那个有丹韵的方位。怎么了？宗门有人筑基？贝鸾，现在这个时辰，现在就去。算了3遍了，一点渣都刮不出来。没有灵炭就没法控温，这几株草再放2天就全废了。月历上个月就停了，说是统一调配期间暂缓发放。连灵炭都收走了，40多颗，品相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本来打算回炉的，现在只能拿去换钱。前任主人怕是个巨人，凑合。天元坊市，宗门以东30里，不大，胜在不查身份。收单。什么单？炼废的，只写续脉方向的底子，没成型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拿石头烤糊了来耍我？不买拉倒。
烤破手了，40多颗，成色都这样，都这样。废丹的价，1颗2枚下品灵石，2袋一共90枚。90枚，能买3份灵炭，够烧半个月。行。又收了堆破烂。站住！你要这种石头担子，5枚1颗，赚你个倒手钱。老黄，那2袋废丹，匀我几颗。灵炭铺子应该还开着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的个乖乖，突破了！那个灰袍子突破了，炼气9层，不对，9层巅峰，当场压境。破了，卡了6年的瓶颈。你吃了什么？好像是颗黑丹，那个废品摊上刚收的。废品能让人当场破境。老黄，还有没有？多少钱？我全要了。500灵石1颗，不二价。东街那边出什么事了？当场破境，吃了颗黑丹就破了，500灵石1颗都有人抢。黑丹破境？不可能，那些都是炼废的，成色都不合格。500灵石1颗，先到先得。3份灵炭，够不够烧到月底？这个气味，烧焦外壳下的韵味，和录书上记载的淬火丹的描述一模一样。品相是下等，药力是……消息控制不住了。天亮前，方圆百里都会知道天元坊市出了一种黑丹。我得赶在所有人之前确认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卖什么。90枚灵石卖出去，那胖子转手卖500一颗。40多颗，赚了我几10倍，不是生气，主要是嫌自己囤。月初放货日，2本续买单300灵石1颗，限量50份。哪儿来的？拿煤渣当丹药卖？1块灵石1把，白给都不敢吃，怕中毒。无所谓，能换灵颤就行。要不降价？没钱就别排队，耽误后面客人。求你们，我攒了3个月。300灵石1颗，少1个子儿免办。规矩不是我定的，找谷主说去。喂，左胳膊那个，过来。灵脉损毁多久了？3年。还有感觉吗？疼的时候有。大的内服，小的碾碎敷在肩头灵脉汇集处，不收你钱。这能治？治不治看你造化，反正不要钱，亏不了什么。哦，居然有点反应。他手，你们看他手！恩人，这是什么仙丹？起来起来，别跪，就是颗废丹。废丹？那黑煤球是废丹！3年灵脉损毁，当场复原，药王哥300灵石的续买单都做不到。他说1块灵石1把。完了，早知道多带点儿。
去查那个黑袍是谁。师傅，天元坊市出了件怪事，有颗黑丹能当场复原3年灵脉损毁，80%是吹的。不过听说那丹挺绝的，黑的跟炭似的，闻着苦，硬的硌牙。平安。黑的、苦的、硬的硌牙，103年了。这就是炼出那种丹的人。何守一，万鼎路传人，游历天下的散修炼丹师，他也追来了。又废了。又炼出来了，他叫他们废了。灵炭果然还是不够好，明天再去坊市看有没有便宜的。有人在外头，不是野猫，不是山峰，是被盯着的感觉。只有这个了，不值钱，但捏着踏实。丹气，常年炼丹外溢的药力，凝而不散，不知积了多少年月，自发形成了壁障。就是这个味道，100年丝毫没变。今日卖黑丹的人往哪个方向走的？那边穿黑袍的卖完就跑了。炼气3层。不是硬扛，是化解。这层丹气不知积了多少年，厚到我的剑意填不满它。这一剑够杀金丹气。谁？叫什么叫？大半夜的。不是炼气3层能做到的事，也不是金丹期能做到的事。有意思。103年来，第一次有人让我说出这3个字。这枚铜钱被任天攥在手里，而那人身上常年带着丹气。平安。100年，走遍9州13域，寻遍丹道传承世家，没有一家能复现那颗丹的气运。现在告诉我，那个人的传承在这座破院子里，炼气3层，灵炭都烧不好，把救命的丹教又废了。剑修不欠债，但我欠了100年。不管他是谁的传人，这个人我要护。3方势力一夜之间全部锁到了这座破院子。来天元城。师父让我去天元城，师父已经100年没叫过人了。这种靴子，药王阁、聚宝斋那些大铺子的人才穿，找我的。藏好了，出门赚钱。药王谷的人确认了，就是从这条巷子进出的。散料铺老板说，有个穿黑袍的小修士，每隔5、6天来卖一次低品灵炭。人呢？还没来。谷主说了，见到人先不动，跟着找到他住处再说。药王谷正经丹道宗门，宗门弟子亲自蹲点，不是废丹抢了生意那么简单。灵炭暂时不买了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
昨晚的就是这个人。别跑，你的铜钱还你。跑，铜钱？你是谁？欠你东西的人。你，哎，长老哥来了，里边请。半个时辰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你们的聚气丹跟外头那种黑丹比怎么样？那种来路不明的野丹你也敢？6成，6天，跌了6成。少阁主，按您吩咐查过了，散料铺老板说，那人每隔5、6天来买低品灵炭，黑袍兜帽，女子，身量不高。哪家宗门？不像宗门弟子，灵炭用的是最次那种，一次只买3斤。3斤最次灵炭，连稳定顶温都做不到，拿这种东西能炼出3品丹？丹拿来。少阁主，素元丹要耗3个月修为。出去。3足2耳，左缺一角，绝世难寻的腹部柱纹，不是绣氏花纹，是祖师纹。170年，传讯回谷。少阁主，就说祖师鼎找到了。1、2、3， 9道，6岁到14岁，每年1道。去年忘了，回去补上。跟我没关系，灵炭存货只剩半斤了，等3天再去买。谁是青云宗掌门？青云宗掌门秦长桑，敢问药王谷诸位长老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3日前，我谷中至宝持鼎这位炼气期女修，经查与贵宗外门有涉。祖师鼎，炼气期女修，外门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鲛人连人带鼎1个时辰，若查无此人呢？1个时辰交不出来，我们自己找。外门挂记的炼气女修有300多人，1个时辰怎么查？万剑宗的人，有人在替我们撑腰。那道剑意从西北来，万剑宗在西北7000里外，7000里就算御剑全速也要半日。方才那一道是义不是人，他本体没来。陆寒渊与青云宗有什么关系？查过了，没有，那就是跟那个女修有关。徐鼎，速战速决，他人到之前，我们已经走了。明山清，药王谷的破阵法宝，全员退入内阵！半炷香，鲛人，否则逐院搜。还差1把火。灵炭没了，钱剩12枚。南市散料铺3斤要25枚，不够，差13。等，还有6颗黑丹没卖，30乘6， 180。穷惯了，总忘自己有钱。宗主，被剑，他们动了。半日太久。外门弟子名册。我说了，
查无此人。掌门，我青云宗立宗370年，没跪过。不可能，7000里全力御剑最快4个时辰。天道有恒，退可活。祖师鼎，300年基业。不在。千万别关门！千万别关门！千万别关门！后山借住。前辈，后山简陋，若不嫌弃，主殿不必。后山那间破院子，去查后山那间院子到底住着谁？谁让你动我鼎的？3年，终于看到活的了。炭填错了，甜太多了，这温度会炸炉。你谁啊？路过。路过就路过，下次别动人家的鼎，这玩意儿脾气大，炭多了会炸。记下了。行了，柴我收了，谢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借住。随便，墙角那块平地能睡人，被子没有，显应自己找草垫。但鼎是我的，再动，我真跟你急。九州剑尊，到底为了他什么？100年了，比剑隔暖。12个元婴被一个人逼退。陆寒渊，100年不出山，为一个炼气期的外门散师破例，有意思。谷主，此人不可力敌。谁说要力敌？剑再快，劈得了人心。那个沈清秋，他手里的丹方是不是我药王谷祖师鼎原方？属下亲验过，是。好，那就够了。传我的帖，九州品丹大会，3月后中州鼎湖城，广邀各宗丹修，共论丹道正统。青云宗特邀。谷主的意思是，武的打不过就不打，让天下人来评。他若拿得出丹音正当来路，我当场赔礼；他若拿不出，那就不是药王谷欺负人，是天下丹道共诛之。九州品丹大会特邀青云宗携门下丹修赴会，论丹道源流正统。掌门，去就得把沈清吹到台面上。杨某，一个炼气期散修，站在全九州面前解释丹方来路，说不清就是偷，不是更撒旦？不去等于心虚，替药王谷坐实了那个偷字，往后青宗连交易都做不了。后山卫还在，还在。今早有师弟说他在院里晒剑，晒剑，3000多把，铺了整个后山坡，师弟吓得绕了3里路。我去一趟后山。喂，火小了，加一根。我要怎么开口说前辈？药王谷要在品丹大会上审判您正在给他烧火的那个姑娘。你谁？我是他的掌门，3年了，他不认识我。我姓秦，有件事需要知会你。关我什么事？你手里的丹方，药王谷说是他们祖师鼎原方。放屁！我那方子是我花3年试出来的，一位配比了上千炉才定下来的。谁祖师？哪个鼎？爱开会开会，我没空。下炉丹再有2个时辰出炉，火不能断。哎，姓秦的，你们宗门食堂是不是有折价剩饭卖？什么时候开门？不冷。不冷。哦。
3月，听说了吗？青云宗那个外门散修炼气期，偷了药王谷祖师鼎的丹方。金丹后期，青云宗就这家底儿。上等品相，3年了头一次。30斤灵炭算见面礼，沈姑娘，恳请你走一趟。30斤灵炭够我烧4个月，而且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说我丹方是偷的。3年，1000多炉废丹，烧的灵炭能堆半座山，偷！秦掌门远道而来，辛苦。苏谷主客气。既然人齐了，开炉。10阶紫金炉，天品炉器，药王谷把压箱底的东西搬出来了。夺天造化丹，9州丹道第1品，以天地灵气为引，夺天地造化为己用。此丹成，可助元婴修士突破半步合体之瓶颈。这便是我药王谷300年传承的丹道正统。不对，那不是灵力被抽，灵力被抽会虚弱，但能恢复。这个是生机，是寿元本身，抽走就没了。他在抽人命。什么？看外围那些散修。前辈，别惹事。他们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敢。药王谷元婴宗门丹道霸主，得罪了以后受伤没人卖你疗伤丹。散修嘛，死了也没人替他们喊冤。停。沈道友有何指教？我说停。你这丹在吃人。沈道友怕是对高阶丹道不太了解。夺天造化丹夺的是天地灵气。放屁！天地灵气是无色的，你炉里流进去的是青色丝线，青色是活物的生机色。我练了3年丹，就是瞎了都认得出来。你那些古文不是古老法阵，是导语阵，导往的不是灵气，是方圆百里所有低阶修士的生机和寿元。你这丹能成，不是你苏清寒本事大，是你拿几10条人命在填。大胆！一个炼气期的野修也敢质疑谷主的丹道？你修为比我高，嗓门比我大，但你练不出我的丹。沈道友眼力不俗，既然道友对本座的丹道有异议，那不如这样，本座炼丹之法，道友说有的丹道，本座也久闻其名。既然来了品丹大会，何不上台让9州同道品一品道友的丹？苏谷主大度，居然给他机会。3年闭关，怕是炼废丹吧？帮我搬块砖。什么？我顶缺条腿，没砖垫不平。真上去了，背的那是什么？包袱皮儿？炼气期爬9层台要歇气，我6岁时都比他快。那是鼎，那不是村口大娘炖汤的锅吗？他要用这个炼丹，在10阶紫金炉旁边。道友请。像个新手。没意思了，看什么炼气期炼丹？第3位，第4位。操，又裂了。不是鼎碎了，是3年来一炉一炉烧出来的痕迹，在被点亮。9天平准，万物均衡。天律第37则：
借万灵生机以养一人之道者，灵根收，道基碎，寿还天。不可能！天内金卷只是传说，上古之后再无天道将士。不是第一次，他的灵根本身是别人的命堆出来的。300年，药王谷300年的丹道正统，根基是一代残世旁人生计。寿还天，生归定。前辈，腿软了，走吧，回去还得赶路。好。听说了没？品丹大会结束那天，陆寒渊跟着一个炼气期走了。陆寒渊？那个陆寒渊？九州还有第二个，从鼎湖城出来就跟着7天了，不说话，不靠近，就盯在人身后。那散修是品丹大会上饮下天道金卷的那位沈清秋。他还在后面。知道。第7天了啊！不说话不走人，到底什么意思？问过了，不说。他在看我，不是要杀我的眼神，但怎么感觉在判断我够不够格站这儿？别慌，他没动手。你是没被那种眼神盯过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不说，随便。折腾够了，要不我去问？问了他也不说。可这样跟着，不别扭吗？说不别扭是假的，但他真没做任何事，不靠近，不说话，不动手，就像定死在那个位置。走，不管了，爱跟着。沈道友，品丹大会上天道金卷降世那天，您没空。沈道友，那个头料时序能不能不交？沈前辈，前辈，我练气期被叫前辈，这世道是出什么毛病了？诸位让让，我事先赶路呢。这些人全往咱们宗门方向走。巧了，都在路过。欢迎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青云宗60年没这么多人来过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我们走后门。咱宗没后门。陆寒渊，我该先应谁？我该先应谁？啊！先回去。你到底有件东西，想请道友长眼。什么东西？不急，等道友安顿好。随便。就他练气期，品丹大会的事是真的，但陆寒渊凭什么跟着他？你看他那样，粗布衣裳，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，还有那口破锅。他的鼎比你们宗门所有人加起来都值钱。第2次了，鼎湖城那天隐约有过一次，现在又是这2个字万宝，什么意思？跟了我4年，早就该换了，一直没钱。
320灵石。320？上个月这种制式零件不是标价3块吗？上个月的事儿了。上游断供，药王谷封山之后，大半辅材渠道跟着断了。不只是剑，所有法器、灵材、丹炉配件全涨了。没买到。买到了，320，最便宜的一柄。涨了多少？100倍都不止。还有件事，我在坊市碰到了赵牧，品丹大会上差点被吸干的那个散修，他的法器也坏了，买不起新的。记得。不止他，坊市门口10几个散修全被价格挡回去了，有几个连护身符都买不起。品丹大会那天，所有人都觉得散修出头了，天道都站我们这边。可现在，天道管得了一个苏清寒，管不了100个哄抬物价的商会。金卷能夺灵根，夺不了人心里的贪。知道了。陆寒渊，这就是你要我长眼的东西。一部分。这是3个月前从南疆一处上古遗迹中流出的残片，拍卖行给他定了个名：万宝残图。万宝，第3次了。鼎湖城地面的光影，鼎壁传来的2个字，现在一块残片。它和我的鼎有什么关系？整张图有36片，能让残片产生共鸣的东西，这世上我只见过2样。一样是天道金卷，另一样在你桌上。继续说。万宝残图不是藏宝图。那是什么？它是钥匙。3万年前，万宝宗的前身叫万宝殿，不是宗门，是一座器灵自行运转的天宫道物。它的核心是一口鼎，万宝宗找了3000年，找那口鼎。万宝宗昨夜颁布锁矿令，9州境内凡万宝宗名下灵矿山脉，即日起封禁，私采精铁者，封印修为，逐出矿域。9州12座甲等灵矿，他们占7座；乙等46座，他们占31座。散落各州的野矿，3年前就被他们收购了80%。那不是连最基本的筑基材料都没了？不是没了，是只能从万宝宗的渠道买，他们定价多少就是多少，不买，那就用拳头打妖兽。这跟药王谷有什么区别？佘前辈，镇上其他器铺呢？不止林渊镇，我从南边来，连着3座城的器铺全贴了一样的告示，精铁没了。品丹大会那天，我以为他以为散修的天亮了，结果是换了个人来踩他们。矿脉，这是全是被万宝宗锁死的地方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万宝残图不是藏宝图，它是钥匙。3万年前万宝殿的核心就是这口鼎。万宝宗锁矿令跟这口鼎有关系吗？不确定，但3个月前万宝残图流出来之后，锁矿令就开始筹备了。这些点不在万宝宗的矿脉名录上，未被发现的，未被标记的，未被锁死的。去把赵牧他们叫来。叫来干嘛？他们缺精铁，我这儿有张图。筑基期修士像山里猎户一样备战，能退吗？退了没精铁，没精铁没法器，没法器就永远是这副模样。上！让开！
矿口清了，进去挖，能扛多少扛多少。沈前辈，这刀柴房里翻出来的，可他跟刀没关系。他什么时候会这个的？一直会，只是今天第一次拿起刀。万气归宗，认主的不是鼎，那是什么？是他的手。至少中品精铁，够断4、5柄灵剑。沈前辈，能不能帮我们断剑？我不会断气。他能炼丹，那只是最粗浅的用法。这口鼎本身就是路。明天带你们的矿石来我院子。沈前辈要是。不要，不看。你不看？你提着黑匣子来我院子，除了送剑还能干嘛？送棺材。4品天宫仙剑断霜，我16岁时取的。收起来。你手里只有一把菜刀，够用。3阶妖兽够用，4阶呢？万宝宗不会看着你挖他们的矿不动手，来的人不会是狼。品丹大会你送过丹方，之前送过火种，再之前是灵符药粉傀儡蝶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缺东西？不是你缺，是我想给。剑我不要，但你能给我一道本源剑气吗？你知道本源剑气是什么？都是根本命脉的一部分。你拒绝我的剑，却要我的本源。这把刀昨天有反应，它需要的不是更锋利的刃，是一道真正的剑意来引路。你那把4品仙剑太强，会把它压碎，但本源剑气刚好。好。果然。什么果然？你的手引导了剑气的走向，不是剑气选择了路径，是你替他选的。谢了。不客气。那道剑气在刀里，万宝宗的人能认出来。你现在才说？你没问。师傅，山下有现成炉子，赵牧师兄那间气铺地火通道还能用。温度不够。那借个好点的炉。买不起。每一条路径，祭祀。师傅，今天风也太大了。开始。疯了吧？罡风能当锤使，谁教的？没人教得出来，他这是把自己当炉子用，不要命了？剑气不该这么快腐化，除非共振源是鼎，是鼎在替我喂刀。清了2两，灭了3分，第一步完成。快来看，后山那个炼丹的，他在用雷劈菜刀。不是三修，那道流光从万宝宗方向来。就这，引了18道雷，就炼出这，连灵气波动都没有。他不会把灵铁又锤回凡铁了吧？坐下。
姑娘别灰心，反帖就是反帖，下回攒够灵石，去万宝宗买把正经。让一下，师傅，那刀到底……到尘世。啊！买灵果，我饿了。我帮你开。啥？劈开，冰莲归你，碎冰归我。劈不开，我走人。行，你试。他要拿废刀砍万年玄冰，万年玄冰硬度比6品法器还高。碎冰我拿走了。那姑娘，你那刀，菜刀，切菜的。银色剑气动了一下，翻了个身又睡回去了。师傅，那刀为什么没有灵气？内敛，好刀不露锋。那你怎么知道它能切开玄冰？不知道，是呗。沈姑娘，镇口来了2个人，万宝宗制式法袍，在跟杜镇长说话，问今早后山的雷是怎么回事，谁在断气，用什么法？杜镇长没说是你，但他们不信。让他们查，查到了再说。师傅怎么一点都不慌？我也想知道。万宝宗周兰奉宗门令巡视西荒36镇，清点用器情况，配合者赏。听说林渊镇有个青岩门，100年底蕴存了3株地心火莲种子。周少主，那3粒种子是先祖传下的，所以我没空手来。3株种子换3把6品灵剑，公平交易。6品残剑3把值150灵石，地心火莲种子3粒有价无市，最低6000，这叫公平。我再说一遍，公平交易。下一家，林渊镇还有哪个门派有好东西？师傅，嚼完再说。好。3条灵纹走茶，短期看不出来，但长期使用，雷灵珠会灵力回流，到时候不是枪出问题，是人出问题。这杆枪是颗定时炸弹，制造它的人知不知道？铁符派，谁是铁符派的人？站出来！师傅，不走，去看热闹，顺便跟那位少主聊聊。要抢！快撤！雷属性妖兽，他要用雷属性法器硬抗，那3条走岔的灵纹承受得住满负荷吗？怎么可能？师傅，那个人要撑不住了。接着砍就行，往前挥。这是什么？多谢。伤口处理一下，别站着吹风。站住！那把刀卖不卖？你那枪都炸了，还买得起刀？我出价万宝宗。记住你。他们走了，玉简里说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但能让万宝宗少主扔下面子就跑的事，不会想。师傅，东街尽头多了个摊子，卖刀的、反铁断的，3灵石1把。有人说亲手试了，比万宝宗6品剑还硬。我拿它砍我5品铁剑，崩口了，这刀白印都能没有。哼！
一人一把，不多卖。为什么？铁不够。卖了几把？就把万宝宗的人拿走了一把。快了。你确定他会来找你？他会。那个女人用的断法，后山那天我看了，她能引天雷入铁，这种手法300年没人用过了。我得见他一面。万宝宗那2个灰袍的连夜发了传讯，刀带走了一把，还画了图。万宝宗会派人来？不是会不会，是来多少人，带什么品阶的东西。那我们睡觉。明天去找那铁匠，趁万宝宗的人到之前。他怎么知道来得及？不知道，但师傅说来得及，那就来得及。300年了，终于等到一个同路人。师傅，那铁匠昨天收摊走了，今天还会出来？会。怎么知道？他还剩3把没卖完。出来吧，我不买刀，聊2句。你的刀不是断出来的，你的刀也不全是断出来的。我叫宋怀，沈清秋。我知道，后山那天你引了天雷，整座山的铁矿都跟着震了一下。你在那座山里住了多久？3年。挖矿、炼铁，我用的法子叫含冤淬，先把铁烧透，再用极寒之物急冻，反复108次。铁里的杂质会自己分层，最后剩下的东西比灵铁还硬，但没有灵气。你的刀和我的一样，探灵域测不出变动，所以万宝宗盯上了。300年前有个人用过引雷入铁，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残卷只有4页，我照着练了20年，只学会了含冤淬。你用的是完整版。你找我想干嘛？我想看你的断法。那我能得到什么？我有一块铁，纯度比后山矿脉高3倍，含冤淬到第99次就裂了，我淬不动。行，但不是现在，等万宝宗的事了。我的刀还在摊位上。去了你就是靶子，跟我走。万宝宗护法孙瑞，谁摆的摊儿？站出来！有意思，凡铁断的，没有灵气注入，但强度超过6品灵气，带回去给将旁研究。既然本人不在，我说3条规矩：第一，从今天起，临渊镇内未经万宝宗许可，不得私自出售灵气及仿灵气及断品。第二，锻造此物之人3日内到万宝宗西荒分堂报备，逾期不报，以私断罪论处。第三，妖朝当日，有人持反铁菜刀斩杀7阶暴雷蜈蚣，万宝宗有意收购此刀，持刀者可到分堂商谈，价格不会让人失望。师傅，他们找的是你的菜刀。嗯。还找宋前辈。嗯。那怎么办？他给了3天，3天够了。够干嘛？你那块铁给我。现在？3天以后万宝宗来收人，到时候我总得有个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好跟人家讲道理。宋前辈，师傅天亮前出的门，说了句别跟就走了。元婴修士的神识这3天一直挂着，覆盖半个镇子，那谁都跑不掉。3天已到，
躲着没用，我再说一遍，锻造那批反铁刀的人出来，持那把菜刀斩妖的人出来，不出来，这条街上每一块石板都要翻过来。啊！你就是持刀之人？你声音真大，我在巷子里吃个早饭都听见了。哼！交出菜刀，说出断法来源，万宝宗给你一条活路。这么多，我就一把，一把够吗？不自量力！果然不行，太烂了。你那3条规矩，我也说一条。这条街上的人，想卖什么就卖什么，谁的许可都不需要。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想谈带够诚意来，想抢。对了，我那把菜刀不卖。走。宋前辈，你说师父到底是什么修为？他用的不是修为。走吧，去找你师父。干嘛？他拿了我的帖，3天了，我得看他拿来干什么。降祖令。疯了！万宝宗封了西荒灵脉，所有灵矿采点灵材交易渡口即日起关停。不止西荒，北渊、东泽、南岭4大灵脉分支全封了。那不是把天下七修的活路全断了？灵火断了，1/3的丹方炼不了，这是要逼死人！你骂有什么用？是谁惹的万宝宗？是那个……外面都在传，说万宝宗封了灵脉，所有灵材交易停了，好多人在骂。没骂谁？啊？你画的什么？断文。含冤淬的第100次到第108次，你淬不动，因为你用的冷源是灵脉水。灵脉水淬到99次会跟铁甲共振，频率一对上就碎。换一种冷源就行了。什么冷源？雷。引雷入铁不只能加热，雷有阴阳2极，阳雷烧，阴雷动。你那4页残卷里应该提过。没有，残卷里只有阳雷断法，没提过阴雷。那就是被撕掉了，或者故意没写。 20年，照着4页残卷练了20年，以为那就是全部，结果只是半截。你那块铁，你用了阴雷？摸。冰的，不是灵材那种冷，是更深层的凉意，像手掌下面压着一片没有尽头的深水。这块铁现在能接受任何淬法，灵脉水也好，阴雷也好，甚至用口水淬。我是说，理论上它都不会再碎了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万宝宗封灵脉，断的是走灵脉那条路的人。你的含元淬本来就不怎么用灵气，差的只是最后那几步，补上了，你就不在他们的网里了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南边来了一队人，不是万宝宗的，清玄宗来干嘛？他们说清玄宗3000把制式令箭全废了，灵脉一封，剑里的灵气回流断裂，3000把全碎了。他们来找你，念糊了。师父，不依赖灵脉的断法，如果这东西传出去，万宝宗封脉那张牌就是废纸。去告诉那位沈姑娘，清玄宗愿以7座矿山为聘，请她断剑。都50了还在睡？他昨晚睡得晚。做什么？煮面，煮到子时面才熟，锅不好使。师父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念放下，把宋怀叫进来。你这块铁我借了。含冤铁，20年心血打成了锅。别急，这东西现在比你那块铁板好用10倍，你试。灵气零损耗循环。对，
气胚已经成了，想打剑、打刀、打簪子都行，回炉再塑就是。那你打成锅？因为我今天要去做饭。去哪儿？外面那些人不是都来找我要剑？问题不出在我这儿，出在万宝宗。所以去万宝宗。我去。陆寒渊，下来，别蹲墙上吓人。拿着，走。师傅，万宝宗那可是元婴好几个，化身可能也有，掌门据说半不合体。你师傅我出门做客，不是要跟人打架，如果打起来，他挡。吃。挺磨蹭。沈姑娘，远道而来，该请进门才是。不过老夫有个规矩，上万宝宗的山先受一道塔压，接得住门开，接不住那就压呗。挡光了。神塔的镇压是锁灵，他体内没有灵气可锁，而那口锅灵力打进去，转一圈原路返回，零损耗。打完了。我今天来不是打架的，我来收债。你封灵脉，断了天下气修的路，他们的剑碎了，阵废了，关停了，这账该万宝宗认。你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修，凭什么跟本宗算账？你这塔里面封了什么东西？这个敲击的节奏是断打，等间隔匀速，力道一致，不是灵元波动，这是有人在敲。他在回你。他在跟我对拍子，三短一长，起锤收锤，这是淬火前的探温表拍。你是谁？这不是九神塔的颜色，300年从没出过这种光。够了！你在做什么？是你塔里那位在跟我说话。胡言乱语！九神塔内封的是天地灵元，不是人。灵元会敲断打节拍，三短一长，起锤收锤，淬火前探温，这是气修的手语，很老的手语，至少300年前的。你封天下灵脉，不只是为了拿捏气修，灵脉灵气不经调炼直灌塔底，是为了为他。你在给里面那位续压。封印快撑不住了，对吧？行吧。你要如何？你塔里关的那位，用的是跟我一样的断法，300年了，还在敲。你们关了300年，人家锤了300年。我想见。不行。那就不急，灵脉的事先放着。等你想通了来找我。300年，头一次，他叹气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我没叫你们来。11件镇宗旗全在那边，还回来。你跟他们说，别跟我说。我劝你别。强行断灵会碎气，这些东西跟了你宗门几百年了，你舍得？这样吧，你把灵脉的事解决了，我想办法让他们回去，否则
将祖令。住口！你们的疯狂阵扎了多深？行，我自己看。300年，正300年，天下矿脉没呼吸过一口气。矿脉在响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封矿阵解了，九神塔就没有灵元攻击，封印会……慧松，我知道。接东西。九州矿脉本为天生，300年前万宝宗以风灵阵夺脉夺元，逆天改序，金降祖令出，地脉归正，所居所居主，道基所明，皆为妾果。今日清算，因果自偿。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天道要清算，我也拦不住。你一开始就知道解封矿脉会引来天道清算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该解就解了。比灵泉差点，但能炖汤。小秋，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小秋儿，师父等了你好久，长高了。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哭什么？师父没死。没哭。手都湿了还没哭。淋雨。能走吗？脚还认得路，就是饿了300年，想吃碗面。锅子，沈清秋，你往前走，我替你守后面100年。3天前这里还是灵气最足的野矿点，每月采一次灵草，够吃半年。又一个说是天道清算的，还有人说万宝宗风灵阵反噬，全是废话。掌门，咱们灵鹤峰的灵脉节点也在衰退，再这样下去，云掌门，后山的灵草园全枯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灵雨才过去多久？矿脉不是通了吗？为什么灵气反而更少了？灵气不是散了，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。汤底不行，碱放多了，鸭骨汤的鲜。师傅，不饿？在想是灵雨洗完脉之后，矿脉通了，灵气该比以前更充足。但我这几天打铁，炉火比上个月弱了1成。你的炉子用的是野灵阴火，上面漏了。九州是碗，天穹是盖，灵气在里面循环，地脉生天穹压，周而复始。盖漏了，气往上跑，地脉生再多也兜不住。什么能把天穹戳漏？300年前把我关进塔里的那个东西。卤猪蹄刚出锅，我说了不饿，没让你现在吃，路上吃。谁说要上路？沈前辈，青云山封了，300多人被困在外面，灵气一天比一天少，有人已经开始散功了。小秋儿，300年前的东西就是从青云山上去的。别跪，膝盖破了先处理伤口。逃难的方向都是往西，青云山那边已经待不住了。大爷，前头怎么了？青云山让人占了。谁？太医圣地，3天前来的，带了200多号人往山脚一站，说什么奉天道之意锁灵脉以正循环，一道阵法扑下去，方圆800里的灵气全往他们洞天里灌。我这一瓶攒了6年的灵液，昨晚自己蒸干了，不是我用的，
是被那阵法吸的。吃相真难看。太一圣地，元婴以上的强者至少20人。你要怎么做？先去看看。阵纹接的是地脉主干，覆盖面极广，不是临时布下的，至少准备了好几个月。看到缴纳标准没有？三兄哪来这么多灵石？这不是逼人去死？不缴呢？在外面待着，可外面灵气全被阵法抽干了，有人灵根直接枯萎了。你见过活人灵根枯萎吗？姓名、修为、灵根属性。前辈，我真的没有灵石了，我可以做别的，帮圣地采药、打扫。太一圣地不收仆宿，没有灵石可以用修为顶。什么意思？割一成修为冲入阵眼，可换3天打坐资格。筑基中期割一成，不伤根本。3天之后灵气补回来，等于白赚。走可以，但提醒一句，方圆800里灵气浓度不足正常值1成，筑基期在外面，撑不过2个月。别怕，就跟抽血一样。谁呀？金榜第1人沈清秋，太一圣地仰慕已久，但圣地行事奉的是天道正统。沈前辈若有异议，可至中州太阴山与掌教真人当面论道。他在盘算。小秋儿，太阴山的掌教300年前是他帮着把我关进塔里的。论道，好，3天后，太阴山见。470年的根基，就这么没了。宗主，再等等行不行？等什么？等天一圣地来收我们的修为，还是等灵石耗尽集体散功？宗主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去缴那个灵石，先撑过。缴30块下品灵石1个月，600人18000块，库房里总共还剩4万2，2个月都撑不到。割修为，让我的弟子跪在他们面前割修为，换3天喘息。我周明渊没本事，护不住你们，但我能做的是，趁你们还有修为，各自散去。天大地大，总有活路，比留在这儿等死。课完了？还没。借我3天。什么？3天。3天后如果灵气还回不来，这块令牌还你，你爱刻什么刻什么。你弟子的修为不用割给任何人。3天管够，别散。那是金榜第1，他来干什么？酸，不如面摊那碗汤。你们那个灵眼不是枯了，是被人连根拔走了。准备好工具，3天后你那灵眼得重新种1颗。灵脉被抽干了，但河床还在。通道没死，他还在动。师傅，锁天阵的阵基接的是地脉主干，对吧？对，主干有3条经过青云山境内。那如果我不走主干呢？说清楚。太医那帮人截了主干，主干是大河，但大河底下还有暗流，地脉的毛细分支太细了，他们的阵法罩不住，也看不上。我把毛细分支重新汇集，不走主干，走叛路，流量小，但够青云山这一片用。方向不对。我知道，光接地底的不够，还得往上接。说清楚。如果我在漏洞下面接个盆呢？漏上去的灵气有一部分会在高空冷凝回流，量很小，但确实有。我在回流点下面设一道兜底的阵，把冷凝灵气重新找入地脉毛细分支。行，蹲下画吧。像小孩画的。闭嘴。你这个回流结构，谁教你的？没人教，想出来的。300年前，我画过一版补天阵的草稿，核心思路跟你这个一样，不是封堵，是回收。那版草稿在我入塔之前烧了，没传出去过。行，骨架有了，明天转刻到石头上。
你那阵要撑得住长期运行，泥地不行。知道了。卯时3刻，天穹漏洞回流量最大。知道了。紧张？不紧张，算过了。算过还搓手？起。灵气，是真的灵气，浓度在涨，还在涨。还你。不用了，有人来了。你那阵一起，等于在他们锁天阵底下凿了个口子，他们不可能感觉不到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跑一趟。元婴，这是元婴修士的灵压。太医昨夏巡查使大驾光临，青云有失远。周掌门，我来之前调过你们这片的灵脉监测阵，主干流量没变，但你灵池的灵气浓度在涨，哪儿来的？白使者，后山是我宗修行禁地。禁地，锁天阵覆盖范围内所有灵脉异动，太医都有巡查之权。90年前的约，周掌门不会忘了吧？90年前，那份灵脉契约，说是庇护，其实是卖身契。追不追？不急，让他看，看完才好。看完你才知道，你到底踩了谁的东西。是天穹回流的灵气，有人私设了保路阵法。谁布的？锁天阵覆盖范围内一切灵气流转，归属宣属太医圣地。未经批准私设帮路截取灵气，按灵脉契约第10条，罚金为截取量10倍折算灵石，3天回流量折算约10万灵石，10倍100万。100万灵石，全宗上下卖了都凑不出来。周掌门，3天内送到太医山，送不出来的话，灵眼石可以折价。灵眼石，那是青云宗最后的命脉，拿走就等于把最后一口气抽干。白使者是吧？这是我布的，罚金找我。行，阵是你布的，罚金你出，100万灵石，3天内送。第10条后面还有半句：若截取方能证明所截灵气非锁天阵覆盖范围内灵脉所出，不适用本条。我截的是天穹漏洞的冷凝回流，那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没经过地脉主干，没碰过你们锁天阵半根线。太医圣地什么时候连天上掉下来的东西都算自己的了？小姑娘很懂条款，但条款的解释权归太医。3天，100万灵石，送不来，我下次带的就不是巡查令了。修，但不是现在。要去太清山了？要去，不过不是一个人去。周掌门，灵脉契约原本那份还在吗？在，藏经阁底层。借我看，那份契约里头的漏洞不止第10条有。别担心金石的事，3天后他要是还敢来收，让他收。金甲卫，那是太医专门收账的人。周掌门，太医巡查院裁定，天穹冷凝回流属锁天阵覆盖范围内灵气衍生物，适用原条款。鉴于青云宗暂无力缴付罚金，太医巡查院决定先行扣押灵眼石，折价充。昨天说的是3天，裁定今晚下的。周当主也知道，太医办事向来高效。快些，天黑前我要回山交差。白使者，小姑娘又要背条款，不背了，说了你也不听。那就别说。阵盘收了。你回去告诉太医，灵脉契约今日作废，再来收，不是钉墙壁，是钉坟里。你是北渊陆家的。话太多。我们是从汝郡来的，走了19天，听说青云宗灵池还有水，求口灵气。进来。金丹初期的经脉残留，跌了整一个大钻戒。不止我，汝南郡方圆300里所有散修，金丹跌筑基，筑基跌炼气，炼气直接散功。3个月前开始的。灵气断了，
不是断，是被抽走的。3个月前的一天夜里，天上出现了一个漩涡，灰色的，就在云层里转。锁天阵，那漩涡转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山里灵草全枯了，溪水灵气没了，连我丹窟里温养的灵力都在往外跑。我们13个人，每个人都有。他原本是筑基后期，现在连炼气都保不住了。灵气被抽走之后，去了哪？太阴山，他们在浇花，白色的。什么花？一大片，灵气浓度比我修了30年金丹吸收的所有灵气加起来都浓。那些花，白色的？对，整片都是白的。花瓣几片？9片，每一朵都是9片。9瓣白莲，那不是观赏花草。9瓣白莲3000年开一次。开时需以万灵之气为引，种一株需一郡灵脉枯毁，种一片需要9周枯竭。所以锁天阵不是用来管理灵脉的，是用来收割的。9周修士全是它的肥料。